汤姆·索亚历险记，马克·吐温。第7章。汤姆想把注意力放在书上，但是他的想法总是变。最后，他叹了口气，放弃了。他觉得中午休息的时间不会到，空气很安静，一片叶子也不动，这是很想睡觉的一天。学生们一起学习的声音，让人想睡觉，像蜜蜂的声音一样。远处，在阳光下，卡迪夫山是绿色的小山，看起来有点模糊，因为很远，变成了紫色。一些鸟在空中慢慢地飞，除了几头牛，没有看到其他东西，它们也在睡觉。汤姆很想出去玩，或者做一些有意思的事情。他不自觉地把手放进口袋，他的脸上很高兴，虽然他自己不知道。他小心地拿出一个小盒子，他放出一只小虫子，把它放在桌子上。这只小虫子可能也很高兴，但是它高兴得太早了。当他开始走的时候，汤姆用一根针把它推到一边，改变了它的方向。汤姆最好的朋友坐在他旁边，和他一样觉得无聊。他马上对这个游戏有了兴趣。这个最好的朋友是乔·哈珀。他们平时关系很好，但是星期六会吵架。乔从衣服上拿出一根针，开始帮助汤姆玩这个游戏。这个游戏越来越有意思。过了一会儿，汤姆说他们互相影响了，没有办法让小虫子自己走。于是，他把乔的写字板放在桌子上，在中间画了一条线。他说：“现在，只要他在你的那边，你就可以动它，我不会碰它。但是如果你让它跑到我的那边，我就不会碰它。”乔说：“好，你开始吧。”小虫子从汤姆那边跑到了乔那边。乔碰了它一会儿，它又跑回了汤姆那边。他们经常这样换。当一个孩子专心碰小虫子的时候，另一个孩子也认真地看着。他们的头靠在一起，完全忘记了其他的事情。最后，乔好像要赢了。小虫子试了很多次，他和孩子们一样兴奋。但是每次汤姆快要赢的时候，乔都会用针把小虫子推开。汤姆忍不住了，他伸出手，也开始用针帮忙。乔马上生气了。乔说：“汤姆，别碰它。”汤姆说：“我只是轻轻碰一下。”乔说：“不行，别碰。”汤姆说：“我只是碰一点点。”乔说：“我让你别碰。”汤姆说：“我不碰。”乔说：“那你别碰，它在我的那边。”汤姆说：“喂，乔，这个小虫子是谁的？”乔说：“我不管，它在我的那边，你不能碰它。”汤姆说：“好吧，我碰一下，它是我的，我想做什么就做什么，你管不着。”然后，汤姆被打了一下，乔也被打了一下。教室里的其他同学都觉得很好笑，孩子们太专心了，没有看到老师已经走到了他们的身后。老师看了一会儿，然后也开始帮助他们。中午放学的时候，汤姆跑到贝基撒切尔旁边，对他说：“你戴上帽子，然后说你要回家。当你和其他人走到拐角的时候，你偷偷地走开，从巷子里回来。我走另一条路，也这样做。”于是，他们分别跟着不同的同学走了。过了一会儿，他们在巷子的尽头见面了。当他们回到学校的时候，教室里没有人。他们坐在一起，把写字板放在前面。汤姆把笔给贝基，叫他画画。他们一起画了一座漂亮的房子。当他们对画画没有兴趣的时候，他们开始聊天。汤姆问：“你喜欢老鼠吗？”贝基说：“我不喜欢。”汤姆说：“我也是。当他们活着的时候，
我是说，死的老鼠，我们可以用绳子把它们转起来。贝基说，我不太喜欢老鼠，我喜欢吃口香糖。汤姆说，真的吗？我也想吃，我没有口香糖。贝基说，我有，我可以让你吃一会儿，但是你必须还给我。他们同意了，轮流吃口香糖，高兴地动着腿。汤姆问，你看过马戏团吗？贝基说，看过，如果我听话，我的爸爸会再带我去。汤姆说，我看过3、4次了，很多次。教堂没有马戏团好玩，马戏团里总是有事情发生。我长大后想当小丑。贝基说，真的吗？太好了，我喜欢他们脸上有很多颜色。汤姆说，他们挣很多钱，差不多每天1块钱。本罗杰斯告诉我的。贝基，你订婚过吗？贝基问，什么是订婚？汤姆说，就是说，你要结婚了。贝基说，没有。汤姆说，你想订婚吗？贝基说，我想，我不知道，订婚是什么？汤姆说，订婚就是和别人不一样。你只要对一个男孩说，你只爱他，永远只爱他，然后你们就亲一下，就这样。贝基问，亲一下，为什么要亲一下？汤姆说，因为，你知道，这是他们总是这样做。贝基问，所有的人都这样做吗？汤姆说，所有订婚的人都这样做。你还记得我在写字板上写的东西吗？贝基说，记得。汤姆问，是什么？贝基说，我不想说。汤姆问，你不想说吗？贝基说，想说，但是下次再说。汤姆说，不行，现在说。贝基说，不，明天再说。汤姆说，现在说吧，贝基，我在你耳边小声说。贝基想了一下，汤姆以为他同意了，就搂住他的腰，在他耳边轻轻地说了一句话。然后他说，现在你在我耳边说，和我一样。贝基拒绝了一会儿，然后说，你转过头去，这样我就看不见你了。然后我就说，但是你不能告诉任何人。你不会告诉别人吗，汤姆？真的不会吗？汤姆说，真的不会。说吧，贝基。他转过头去，贝基害羞地靠过来，他的呼吸吹动了汤姆的头发。他小声说，我爱你。然后他跑开了，汤姆追着他，最后他躲在一个角落里，用白色的围裙遮住脸。汤姆抓住了他的胳膊。汤姆说，贝基，现在都做完了，只剩下亲吻了，别害怕，没什么的，帮帮我，贝基。他拉着他的手和围裙。贝基慢慢地放下了手，他因为挣扎而脸红了，他同意了。汤姆亲了亲他红色的嘴唇，说，现在都做完了，从现在开始，你只能做我的女朋友，你只能嫁给我，你愿意吗？贝基说，愿意，我永远只做你的女朋友，我永远只嫁给你，你也不能娶别人。汤姆说，当然，这是订婚的一部分，以后你去上学或者回家的时候，我都要送你，不能让别人看到。在所有的聚会上，我都要选你，你也要选我，因为订婚的人都要这样做。贝基说，太好了，我从来没有听过。汤姆说，这很有意思，如果你知道我和艾米劳伦斯。
汤姆看到贝基的眼睛里充满了生气，他知道自己说错了话，他停了下来，觉得很不好意思。贝基开始哭了起来，他说：“汤姆，我不是第一个做你女朋友的人。”汤姆说：“别哭，贝基，我不喜欢他了。”贝基说：“你喜欢他，你知道的。”汤姆想搂住他，但是他拒绝了。他转过身，背对着墙，继续哭。汤姆又试了一次，用好听的话劝他，但是他还是拒绝了。汤姆生气了，他转过身，离开了学校。他在外面待了一会儿，觉得很不安。他希望贝基会后悔，然后来找他，但是贝基没有来。然后他开始觉得难过，觉得是自己的错。他努力说服自己回去找他，最后他鼓起勇气走进了学校。贝基还在角落里，背对着他，哭着，脸贴在墙上。汤姆觉得很后悔，他走到他身边，不知道该怎么办。然后他犹豫地说：“贝基，我只喜欢你。”贝基只是哭，没有回答。汤姆说：“贝基，你不想回答我吗？”贝基还是在哭。汤姆拿出他最珍贵的东西，一个黄铜球，他在贝基面前晃了晃。汤姆说：“贝基，求你收下它吧。”贝基把它扔到了地上。然后汤姆离开了学校，走到了远处的山上。他决定今天不回学校了。贝基开始后悔了。他跑到门口，但是看不到汤姆。他跑到操场上，他也不在那里。然后他大声喊道：“汤姆，汤姆，回来！”他认真地听着，但是没有回答，只有孤独和安静陪伴着他。他坐下来，再次哭了起来，责备自己。学生们开始陆续来到学校，他不得不掩饰自己的悲伤，安慰自己的心，过一个很长和无聊的下午。周围都是陌生人，没有人可以说话。